Hello，我今天要推荐什麼呢？对，推薦一款軟件，能夠剪掉我空白部分靜音的視頻及一些口語化的視頻片段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今天要推薦什麼呢？对，推薦一款軟件，能夠剪掉我空白部分靜音的視頻及一些口語化的視頻片段。今天推薦的這款軟件適合我們做口播的人來使用，它能夠自動的合併視頻，把我們的一些口頭禪啊、語氣詞自動給去掉，還有一些靜止的畫面它也會給刪除掉，自動給合併起来，簡直是我們剪輯視頻的一個利器。而且呢，這個視頻大小刚不到2兆，所以说非常的小巧，非常的實用。接下來我給大家演示一下這款軟件是如何使用的。這就是這款軟件的主界面，在這裡呢可以拖頁視頻或選擇一個文件目錄。這個軟件還有一些 bug， 我拖頁視頻呢不太好使，所以說我是選擇一個文件目錄。比如說我選擇這個文件夾裡邊有我的一個視頻，然後呢參數設置這裡呢，它默認是 0.01 最小的時長，然後最長的時長默認是3秒，但是我試過了3秒的話，如果說時長太長的話，它可能會誤剪一些東西。這塊呢大家第一次呢可以調教一下，自己來設置這塊的時長多少，我這裡設置成了1秒。然後編碼器呢它分為 CPU 和 GPU， 看大家這個 GPU 是否夠用，内显存是否夠大我選擇了 GPU。 然後編碼預設呢它分為幾種，默認是 Fast， 那我選擇了一個普通的一個模式。然後這裡呢是輸出的文件夾，也就是說你给你處理好的視頻文件夾放在哪裡，你這裡呢可以自己进行設置一個輸出的文件夾。然後這裡選擇好我要處理的文件之後呢，然後點擊開始處理，它就会來處理，很快的話呢它就會處理完成的。當然和我們的編碼預設有關啊，像我20多秒的視頻一般得相應的得需要20秒左右吧。這個在處理中，這樣就處理好了。處理好的視頻呢，在這個文件夾裡呢，我們能夠去看到。這裡呢，我就不打開演示了，因為我剛剛開頭的視頻就是我處理好的視頻。然後呢，我再說一下這個軟件的一些特點啊。它處理視頻的時候，我們這裡選擇的文件夾可以放多個視頻，它會把多個視頻呢統一處理好，然後合併成一個視頻給我們。這個軟件呢，缺點呢，我也要說一下，它還有一些不穩定的地方，它会可能有些時候會多剪一些，這就需要我們進行一些調教。所以說這個軟件呢，適合我們一些比較短的口播來處理。如果說過長的，它若有一些誤剪，那我們處理起來可能会比較麻煩一些。所以說這款軟件呢，我推薦是我們常駐在電腦裡，因為它畢竟足夠小巧，占用内存也很小。那麼對於我們處理一些沒有口播好又不想重錄的視頻，那實際上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我們用的时候呢，一定把這個結果呢再重新看一遍，以防呢它誤剪一些東西。這個視頻呢是一個開源軟件，我會把這個開源地址呢放到我的視頻的說明欄。我認為作者以後會逐漸的更新，bug 呢也會越來越少。我建議大家呢把这个视頻把这个軟件保存下來，逐步的去關注這個軟件，我相信它會越來越好的。謝謝大家。